婚礼上，未婚夫福泽豪亲手扒下我的婚纱，为他的小青梅顾悠悠披上。他大声宣布，我的新娘只会是悠悠。衣不蔽体的我受尽群嘲，跌跌撞撞跑到公路上，却被失控的汽车撞得不省人事。苏醒后的我双目失明，双腿骨折，顾一涵却寸步不离照顾我，向我表明心意。他许诺用一辈子来爱我。婚后5年，我无意间听见他和助理的谈话：顾总，小姐的近视度数不高，激光手术就可以让她恢复视力，您何必挖了太太的眼角膜给她？悠悠很喜欢莫西柚的眼睛，她的眼角膜能给悠悠使用也是她的荣幸。顾一涵轻叹，悠悠喜欢的，只要我有，我就都给她。隔着门，顾一涵眼里闪过一丝落寞，语气难掩晦涩。世俗伦理纲常束缚，我娶不了悠悠为妻，那我便倾尽我所有，护她幸福快乐一辈子。助理脸上踌躇不安，为取眼角膜，那场车祸差点让太太惨遭截肢。如果她知道车祸是您故意为之，会恨您一辈子的。顾一涵长叹一口气，我已经用婚姻补偿她了，也会照顾她一辈子。她该学会知足，她要我的命，给她便是，这也是我欠她的。只要悠悠一切都好，我无所谓。我站在门外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手中滚烫的咖啡当一声掉落在地面，惊扰了里面的人。我迅速反应，假装摔倒在地。顾一涵冲出来看见我，眼底闪过一抹慌乱，脸上随即又换上担忧的神色。他把我打横抱起进卧室，语气满是心疼：都说不用你来送咖啡，你的腿还没完全好，等会又加重腿的伤势。顾一涵找来烫伤药，朝我通红的手背吹气，小心翼翼地给我上药。他装作无意地问：来了怎么也不喊我？我收敛住崩溃的情绪，吸吸鼻子，委屈道：我刚走到门口就不小心被台阶绊倒了，痛死我了。顾一涵微不可察地舒了一口气，摸摸我的头发，眼里满是宠溺。我的太太就应该娇生惯养，被我捧在手心里，对上顾一涵深情款款的双眼。我勉强勾起嘴角，沉默不语。顾一涵以为我又因为腿伤暗自伤心，信誓旦旦地说：悠悠，你放心，我会请最好的医疗团队来治好你的腿。巨大的悲哀将我吞没，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双手狠狠抓紧，痛到我快要不能呼吸了。那一场车祸导致我双腿粉碎性骨折，是顾一涵请来厉害的医疗团队才保住我的双腿。即使经历了艰辛痛苦的康复训练，我的腿还是会隐隐作痛，走路也是一瘸一拐。醒来发现双目失明的无措，害怕和痛苦让我记忆犹新，心理和身体双重折磨更是刻骨铭心。后续植入眼角膜，排异反应很严重，我的视线始终还是模糊不清，容易眼酸、疲劳。顾一涵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绝望的我看到了生的希望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救赎我的和推我进深渊的，竟然是同一个人。所谓的深情和救赎，也只是顾一涵为讨心上人欢喜而演出来的骗局。悠悠，顾一涵的声音让我回了神，抬眼对上他关切的眼眸，却让我不寒而栗。我刚要开口，却又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，气急攻心，竟咳出来血来。顾一涵赶忙给我倒水，急得眼眶都红了，拿起手机想叫医生过来。我忙按住他的手，虚弱出声：我没事，都咳血了，哪里没事了？他的着急关心不似作假，还想劝我，手机却显示悠悠的来电。顾一涵眼睛都亮了，忙接起电话，语气柔情似水：悠悠，怎么了？对面的女生甜腻娇嗔，顾一涵宠溺着连连应好。挂断电话后，他难为情地开口：悠悠，我妹妹她一个人在家害怕，要我去陪陪她。我眼神暗了暗，通情达理的点点头：你是他哥哥，你去吧。顾一涵十分激动，亲亲我的额头：你好好休息，我尽快回来陪你。他离开得很急，连打翻水杯都没有注意到。我躺在床上睁眼到天明，顾一涵一夜都没有回来，
想着我真心爱了5年的丈夫，我强忍了一晚上的情绪崩溃，眼泪失控的滑落。我打通了远在国外，也从事骨科工作闺蜜的电话。我不愿意再接受顾意涵请的团队的治疗，便把我的诉求告诉闺蜜：你把病历单发给我，我针对情况安排手术方案。病历单，我很信任顾意涵，也就从来没看过自己的病历单。我在房间一通翻找都没有找到，意外看见顾意涵的保险箱，不出所料，密码是顾悠悠的生日。打开保险箱，里面只有我的病历单和一本日记本。我拍给闺蜜，心里疑惑：一个病历单而已，干嘛要放在保险箱里面？我忍不住翻开日记本，里面全是顾意涵亲手写下的对顾悠悠浓重又痴迷的爱恋。我看见了我爸领养的女孩，见到她的第一眼，我的心在疯狂跳动。悠悠喜欢福泽豪，我极度的发疯，但是还是希望他幸福。我作为哥哥，会护他一生平安。悠悠眼睛康复后还是不舒服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但是谁让悠悠喜欢他的眼睛呢？只要悠悠能开心，他想要什么我都给。我本以为我已经心如死水，看到这些心脏还是忍不住的抽痛，嗓子眼尝到了铁锈味。闺蜜这时给我打来电话，整个人暴跳如雷：哪个庸医给你治的腿呀？这分明是不想你好起来呀！每次治疗都有在刻意加重腿的伤势，你腿的情况本来没有那么差的，是能治好的，现在越拖越严重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的腿就真的废了。你赶紧收拾出国来，我给你治。我如遭雷击，瞳孔猛然紧缩，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颤抖。我撑不住，狠狠摔倒在地，恶心的感觉席卷了我的五脏肺腑，我忍不住干呕起来。顾意涵，你怕我痊愈后会威胁到顾悠悠？你真的尽心尽力在为她保驾护航啊！我打印好离婚协议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，刚想给顾意涵发消息，商量离婚的事宜，窗外突然下起了大暴雨。每逢下雨天，我的双腿都会针扎似的隐隐作痛，痛得我蜷缩成一团，冷汗都出来了。想继续发消息，便看到顾悠悠更新了朋友圈的状态。我开玩笑说想看雨，我哥哥直接人工降雨给我看。我哥哥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哥哥。我的泪水打湿屏幕，多么讽刺啊！顾意涵是知道我的腿在下雨天会痛的，可他为了顾悠悠开心，丝毫不顾及我。我孤身被病痛折磨，他却陪着心上人在观赏雨景。我满心悲凉，他才是杀死我的刽子手。顾意涵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犹豫再三，接通电话：佑佑，今晚是爸爸的生日宴，我等会回去接你。我虚弱地应了声好。我脸色惨白，强撑着换好衣服等顾意涵回来。他推开门走进来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礼盒。顾意涵语气关切，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腿又痛了吗？今天下雨了。顾意涵笑容僵住，心虚地摸摸鼻子，陪笑道：我忙着联系厉害的治疗团队，忘记这事了。看着他虚情假意的模样，只觉得讽刺到了极点。我神色淡淡，没有回应。他打开盒子，拿出一条项链，献宝似的给我戴上。你看，你喜欢的粉色水晶，我专门给你拍下来的。粉色水晶泛着耀眼的光，刺得我看不清顾意涵神情的真假。我扯出一个笑容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回到顾家，下车时顾意涵体贴地给我准备了轮椅，他推着我进了顾家。顾悠悠打扮得像个精致漂亮的洋娃娃，挽着公公的手臂撒娇，公公乐呵呵地捏捏她的脸，宠溺地唤她小公主，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。公公看见我，顿时脸色就变了，吹鼻子瞪脸。我顾家家门不幸啊，我儿子竟然娶了个残废的媳妇，腿残废也就算了，还是个下不了蛋的母鸡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孩子都生不出来一个。顾意眉头紧皱，出声维护我：爸，你别这样说。顾悠悠眼底闪过一丝嘲讽，得意又挑衅地开口：哥哥，嫂子腿不方便的话，我陪你去接待客人吧。顾意涵宠溺应着：当然好啊，又俯身安慰我：悠悠，
爸的脾气就这样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先去接待客人，宴会还有好久才开始。我拿点东西给你先垫垫肚子。他把我安置好，拿来一小块蛋糕和3文鱼肉，便匆忙走到顾悠悠身旁。我闻着淡淡的鱼腥味，反胃的干呕起来。我对海鲜严重过敏，而顾悠悠最喜欢海鲜。旁边的客人嫌恶地看着我，窃窃私语：顾小姐身上那套礼服，可是顾总花重金聘请知名设计师为她专门定制的，还有她脖子上的那条项链，也是顾总在拍卖会以5000万拍下送给她的。顾总还是更宠妹妹呀。他老婆脖子上那条粉水晶其实是配套送的。顾总喜欢的是顾小姐吧？要不是碍于兄妹关系，顾总娶的肯定是顾小姐。我呆若木鸡地愣在那里，感觉全身血液都被冻住了，快要喘不上气来。我自嘲一笑，顾一涵从来没有记住过我的生日，更别说提前给我准备什么礼物。脖子上那条粉水晶项链变得格外沉重，好像要把我的脖子压断了。我冷眼看着远处的他和顾悠悠有说有笑，心脏感到一阵绞痛。到了宴会开饭的时间，顾一涵才终于想起还有我这号人。他有些歉意地走过来，拉着我手，连忙解释道：太忙了，没能好好陪你。我遏制住内心的波涛汹涌，只是平静地摇摇头，没关系。饭桌上，公公骄傲地夸赞顾悠悠：我们家悠悠真是懂事又漂亮，特别是这一双眼睛，生得炯炯有神又波光粼粼的，真不愧是我顾家看上的女儿。要不是悠悠有喜欢的人，我本来是准备把女儿变成儿媳妇的，可惜了。顾悠悠害羞地低下头，羞怯出声：我也很喜欢哥哥的。然后又装出一副怕我误会的模样，着急解释道：嫂子，我说的是妹妹对哥哥的喜欢，你可别误会。我好笑地看着他这一出戏，也没错过顾一涵一闪而过的伤心落寞。我压下心中的苦涩，淡淡出声：不会误会的。顾悠悠起身盛了一大碗汤递给我，眼里是不加掩饰的嘲讽：嫂子，喝点汤。我还没拿稳，他手一歪，滚烫的汤全洒在我裸露的皮肤上，烫得我全身一抖。还没反应过来，顾悠悠便大声尖叫：哥哥，好烫，痛死我了！顾一涵脸色一变：哪里烫到了？我给你上药。立马起身把他公主抱起来，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我狼狈地坐在位置上，皮肤烫得通红。宾客们都嘲讽地看着我，公公更是嫌恶地看着我，大声呵斥：还愣着干嘛？腿又不是真的残废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给我上楼去？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我用力地握紧拳头，指甲陷入肉里，深呼吸一口气，无力地笑笑，一瘸一拐地上了楼。我想去找药箱上药，却碰见了顾悠悠。顾一涵不知所踪，我懒得和顾悠悠纠缠，他却拉着我的手臂，把我扯到露台上。我不耐烦地出声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顾悠悠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长长的指甲划过我的眼睛，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。他步步紧逼：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就说了一句喜欢你的眼睛，顾一涵就为了讨我开心，找人开车撞了你，只是我很可惜。怎么就没有把你撞死或者撞残呢？还让你能站起来，你真的活得挺窝囊的。未婚夫抛弃你娶了我，现在的丈夫也喜欢我，只要我想要的他都会给我。我要是像你活得这么丢脸，我直接一头撞死算了。顾悠悠狰狞地盯着我，还想继续说点什么，顾一涵的声音传来：悠悠，你在哪里？顾悠悠不怀好意的一笑，摔碎红酒瓶子，把手按到了玻璃渣上，手顿时鲜血淋漓。悠悠，顾一涵惊慌失措地跑过来，紧张地护着他的手，大声质问我：你对悠悠干了什么？我对上他的视线，明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话，却依旧心存侥幸出声解释：不是我做的，是他自己弄的。顾悠悠柔弱地靠在他怀里：哥哥，你别误会嫂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。顾一涵果然不相信，他觉得顾悠悠在维护我，委曲求全。他怒目圆睁，厉声道：给悠悠道歉！
我倔强地重复：“我说了不是我。”顾一涵暴跳如雷，他大步向前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本就腿有伤，站得不稳。顾一涵力道很大，露台的栏杆很低，我重心不稳，从露台摔了下去。顾一涵瞳孔猛地一缩，想直接从露台翻下来救我，却被顾悠悠拉住。哥哥，我手好痛。他踌躇了一会，还是选择了顾悠悠。露台不算高，我却感觉小腹剧痛，鲜血从我双腿流出。我看着顾一涵远去的背影，仅剩的期待灰飞烟灭，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守在床边的顾一涵，他双眼赤红，看见我醒来很欣喜，下一秒却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巴掌。他不断向我道歉：“佑佑，是我不好，我不知道你怀孕了。”我眼神空洞，听到怀孕才有了点反应，出声询问：“孩子没了吗？”顾一涵抱歉地握着我的手，艰难开口：“是的，不过你别伤心，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孩子的。”我缓慢转过头，依然痛到麻木：“不会再有了，我没事，是我不好。”顾一涵惶惶不安，他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离他远去，他急切想补救：“你不是喜欢大海吗？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我带你去游轮上看海好不好？”我知道他是想补偿我，点点头答应。见我答应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是顾一涵第一次主动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真是可悲。纪念日当天，顾悠悠也出现在游轮上。顾一涵有些尴尬地解释：“悠悠也喜欢看海，我就带她来了。”我没理会他们，继续看我的海景去了。到了吃饭时间，我走到餐厅，却看见顾一涵和顾悠悠紧紧相拥在一起。“哥哥，我老公婚后对我一点都不好，我后悔嫁给他了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我心里也有你。即使你已经娶了别人，让我们偷偷放纵一次也好，弥补我们缺失的遗憾。”顾一涵青筋突起，将他抱得更紧，大手抚上他的后脑，热情回应。不料撕碎的声音清晰入耳，英明暧昧的声音响起，我还是没忍住泪水，转身跑到甲板上神游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顾悠悠施施然走了出来。“莫西佑，顾一涵的活确实不错呀，你那破腿想必不能让他尽兴吧？你拥有的东西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，就连你的眼角膜和我的眼睛都适应得非常好。那又怎么样？偷来的东西不会以为真的是你的了吧？”我站起身，冷冷地看着他，他被我死寂的眼神吓到，和我退到了轮船边缘处。我上手和他推搡起来，轻声说了句：“那你知不知道，活人永远比不上死人呢？”顾一涵出来便亲眼目睹我掉进深海中，随即他凄厉的喊叫回荡在整个海面上。“佑佑！”顾一涵疯了一般冲到栏杆前，想要跳下来救我，却被顾悠悠死死抱住。“哥哥，莫西佑死了就死了呗，他根本死不足惜，他死了，我们就可以没有顾忌的在一起了。”顾一涵目眦欲裂，巨大的悲哀笼罩住他，他狠狠把顾悠悠甩开，第一次朝他吼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顾悠悠摔倒在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顾一涵，委屈地嚎啕大哭起来。顾一涵愣了一下，头疼地看着顾悠悠，却还是习惯性地把她拥入怀中安慰：“对不起呀，悠悠，我不是故意凶你的。”顾悠悠却不依不饶，在他怀里捶打他的胸口。可顾一涵却没了怜惜他的心思，第一次感觉到顾悠悠原来是那么的吵闹和不讲理。顾一涵耐着性子哄好顾悠悠后，颤抖着手打电话，调动所有救助船只，对我掉落的海域全方位的搜救。顾一涵阴沉着脸，听着每一只搜寻回来的船只对他报备：“顾总，我们尽力了，没有找到人。顾总，这片海域太大了，太太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顾总，太太很有可能已经被游轮的船桨绞碎了。”每一次的报备，顾一涵的心就越往下沉。顾一涵一身戾气，砰的一声抬腿踹上栏杆，沉声道：“一群废物，给我加大力度继续找，活要见人。”
死要见尸。这场救援持续了3天3夜，顾一涵也就在游轮上守了3天3夜。顾悠悠期间来劝过顾一涵许多次，也大闹过，可顾一涵对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变，觉得他烦死了，派人强行先送他回去。最后是顾悠悠给顾老爷子通风报信，顾一涵才被勒令返回。顾一涵魂不守舍地回到家中，他醉醺醺地嘟囔着我的名字悠悠，可是没有人在回应他。顾一涵发现了我留在床头柜的病历单和离婚协议书，他猛然惊觉，惨然一笑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？所以这是你对我的惩罚吗？”顾一涵双手捂住脸，眼泪从指缝间滴落，背靠着床狼狈滑落在地。他又突然变脸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知道就知道了呗，反正在我这里他就是一枚棋子罢了。”他以为能用死亡来让我心软，简直痴人说梦。他对我来说也没用了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悠悠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他死了就死了呗，我才不会为他难过。顾一涵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脸上神情狰狞，掏出手机给顾悠悠打电话：“悠悠，你过来我家。”顾悠悠接到电话很惊喜，匆匆赶来。顾一涵扯过顾悠悠就往床上压，顾悠悠欲拒还迎，却听见他嘴里絮絮叨叨着悠悠。顾悠悠脸色大变，泪眼婆娑：“哥哥，我是悠悠啊，不是莫西柚那个贱人。”顾一涵明显怔愣了一下，没继续下去，随即呕吐在了顾悠悠身上。顾悠悠失声尖叫起来，顾一涵没有像往常一样柔声安抚她，而是跌跌撞撞跑出去。顾一涵走到我特意为他准备的画室，画室上了锁。他没等管家拿来钥匙，搬起一把椅子死命砸门，哐当一声，门终于开了。原本满满一墙我亲手为他而做的塑像画，被我烧得一干二净。我是一名漫画家，眼睛恢复后，即使双眼经常感到酸痛，我还是坚持画顾一涵，想把他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。结婚5年，我亲手画了1000多张顾一涵的画像，还满心欢喜打算出一个画册送给他，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针对我的阴谋，我就又亲手烧了它。顾一涵看着空荡荡的画室，再也忍不住情绪，他无力地跌坐在地，双手用力敲脑袋，失控地痛哭出声。顾一涵从此一蹶不振，成天在酒吧买醉，喝得不省人事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。他的一些狐朋狗友打趣道：“哥们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喜欢的不是悠悠吗？死了刚好，你就没有顾虑了。”“对呀对呀，他不就是一个瘸子吗？身体还病怏怏的，床上都不能给你尽兴。别伤心了，还有更好的任你选呢。”顾一涵面无表情的脸，却在听到他们对我的嘲笑，整个人暴怒。他凶狠地扑到那个人身上，拳头不要命地打，双目赤红，语气如寒冰似冰冷：“再让我听见你们诋毁我老婆，我弄死你们！”顾一涵嫌恶地踢了踢被打得半死的人，招呼人拖下去。那群人见他发火，连忙屁滚尿流地跑了。顾一涵喝得烂醉，回到家里，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和我在一起的画面。他抱着我的照片，疯疯癫癫地道：“悠悠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回来吧，我用一生来给你赎罪，你别离开我。”他絮絮叨叨，门铃突兀地响起，顾慈涵喜出望外跑去开门：“悠悠，我知道是你回来了。”门外却是哭得双眼红肿的顾悠悠。顾一涵脸顿时塌下来，他眉头紧皱，眼底全是不耐烦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顾悠悠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紧紧挽住顾一涵的胳膊，哭诉：“哥哥，你救救我吧！福泽豪他家暴我，我要跟他离婚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？是我当初不懂事，看错人了，现在我清醒过来了，我们结婚吧！”顾悠悠苦苦哀求，顾一涵却狠狠推开他，厉声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老婆只有莫西柚一人。”顾悠悠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受伤地看着他，语气怨恨：“哥哥，莫西柚已经死了，
他可真会勾引男人，死了都还不安分。顾一涵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大手狠狠掐住顾悠悠的脖子，眼神阴沉可怕。是不是你把佑佑推下去的？我去查了那天的监控，是你故意打碎酒瓶，然后诬陷佑佑的，是你害死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是你害死了他。顾一涵的眼神凌厉，双手不断地收紧。顾悠悠用尽全身的力气在挣扎，忽然他放开了顾悠悠，顾悠悠劫后重生，护着脖子大口大口呼吸起来。他缓过神，疯狂大笑起来。顾一涵，你别忘了，是你自己亲手推莫西佑掉下去露台的，也是你对他见死不救的。你现在想全赖我身上，真是荒谬。当初我就开了一句玩笑话，说我视力不好，喜欢他的眼睛，你就真的像个舔狗一样找人开车撞他，把他的眼角膜给了我。我当然要收下了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片真心？我最恨的就是当时你怎么不狠一点把他撞死了，这样也不会有这些后患发生了。他真的是个贱人。顾悠悠恨我恨得咬牙切齿，顾一涵像一座雕像动弹不得。他绝望地发现顾悠悠说的都是对的，就是他因为一己私欲毁了我的整个人生。顾一涵察觉到他的真心时，已经晚了。顾一涵让人把顾悠悠拖走，他亲手为我举办了葬礼。新闻播报顾一涵用情至深，在葬礼上痛哭，一度昏了过去。我这时躺在国外的病床上，听闺蜜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顾一涵的事情。闺蜜对顾一涵恨得牙痒痒，痛骂他渣男、禽兽、伪君子，这副丑陋模样不知道演给谁看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真是晦气。我好笑地摆摆手，平静地告诉他，以后顾一涵的事情不用和我说了，我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其实我没有死，我活得很不容易，更不可能为了顾一涵寻死，他不配。小产在医院休养那几天，我联系了一个专门提供特殊服务的机构，定制了一份假死服务，他们会为我提供适合我的死法，还会帮我安排好一切的后续。我选择了在结婚纪念日上结束这一切，掉进深海死亡，还省去一堆后续的麻烦。他们在我掉入海里的片刻，早已为我套上救生衣，乘着潜水艇扬长而去。我顺利来到国外，闺蜜早已为我安排好手术，经过真正有效的治疗，我的双腿基本得到了康复，排异反应严重的眼睛也重新获得眼角膜捐助，也在慢慢恢复。远离了顾一涵，我的生活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。我接触到了国外一个救助残疾儿童的机构，想到我当初的痛苦模样，我拿出所有积蓄投身于志愿服务当中。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我慢慢淡忘以前的伤痛。我重新拿起画笔，为他们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画。机构负责人孟清舟看见我的画很温暖，主动询问我有没有兴趣把这些画整理成画册出版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残疾儿童的救助中来。我一口答应。出版画册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梦想，又因为眼睛的原因被耽误，没想到还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完成我这个梦想。我全身心投入画册的出版中去，一来二去和孟清舟熟悉起来，生活平淡地过着。没想到孟清舟竟然向我告白了。孟清舟像个毛头小孩，紧张得不得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佑佑，通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你漂亮又善良，很有责任心和同情心，你的一切都在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也是鼓足了勇气才向你表达我的心意，你能给我一个照顾你的机会吗？”我看着孟清舟紧张的神情，我的心感到了些暖意。不过过去的伤痛太刻骨铭心，我还没准备好重新开展新的感情。我礼貌回绝他，柔声道：“谢谢你对我的喜欢和欣赏，你也是个很好的人，只不过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哦。”孟清舟也不气馁，爽朗道：“那我等你。”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顾一涵竟然找到我了。画册成功出版后，我又紧锣密鼓地筹备下一版的画册。工作室门口却吵闹起来，听见保安的大声呵斥，
你是什么人？你来这找谁？哎，你不能硬闯进去呀！我循着声音出来一看，竟然看见了顾一涵。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过去，又让我全身疼痛起来。我转身就要锁上门，顾一涵挣脱掉保安的控制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他激动地痛哭出来，红着眼睛紧紧盯着我。佑佑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你那么爱我，不会舍得离开我的。我眼前一黑，顾一涵到底哪里来的自信？他亲手毁了我的人生，还觉得我会离不开他，真是脸皮够厚的。我用尽全力把我的手臂抽出来，抬手狠狠给他一巴掌。顾一涵被我打得脸偏了过去。顾一涵，你真是不要脸！你为了顾悠悠对我做的那些肮脏事，你是都忘了吗？我被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口踹着粗气。顾一涵脸上满是悔恨，他哭着对我说：“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，我还为你自杀过，不过被救回来了。”顾一涵指着手腕上的疤给我看，想求得我的同情。我嗤笑一声：“那你怎么不死得干脆一点？”他深受打击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佑佑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呢？要不是我偶然看到了你的画册，我就真的跟你去了。你的画风我太熟悉了，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你画的，所以我就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找你了。你打我骂我都好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用我的余生来给你赎罪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的。”顾一涵沉浸在他想象的世界，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原谅他。我非常不耐烦，不想再继续这场闹剧，一字一顿：“顾一涵，我不可能原谅你，除非你死，我也不可能和你回去，我和你绝无可能。”顾一涵蛮不讲理，当场给我跪下，给我道歉，求我原谅。我懒得和他继续纠缠，转身就要进门。顾一涵始终不依不饶。这时孟青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一脚把顾一涵踹倒在地。顾一涵双眼冒火，立刻起身和孟青舟扭打起来。“你个不要脸的畜生！你对佑佑做出那种不是人的事，竟然还有脸追过来求我原谅？看我不打死你！”顾一涵不甘示弱，拳拳回击：“这是我和他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头疼地看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，感到一阵烦躁。这时警察来了，把两个人分别带回警局调解。警察对他们分别进行教育，让家属来交钱领人。我看着鼻青脸肿的孟青舟，感到一阵心疼，忙交钱领他出来。顾一涵一脸受伤地看着我：“佑佑，我才是你的老公。”我没有再给他一个眼神，扶起孟青舟就往外走，任凭顾一涵喊破喉咙都没有回头。我轻柔地给孟青舟上药，他疼得龇牙咧嘴的：“你太冲动了，他那种人不值得你动手，反而伤了你自己。”孟青舟耸耸肩，无所谓道：“没事，我就是见不得他骚扰你。”我打他也很用力。孟青舟有些迟疑地问我：“你不会原谅他的吧？他那么伤害你？”我坚定地摇摇头：“我从来不回头，我也不可能原谅害了我一生的人。”顾一涵还是不死心，他出来后依旧在工作室门口来回晃悠，企图想见到我。我看不懂顾一涵这个人，我爱他的时候，他利用我；我不爱他了，他又上赶着求我爱他。我还在苦恼怎么样才能彻底赶他走。顾一涵托保安递给我一张卡和一封信，信上写着：“佑佑，这张卡是我对你的补偿。我爸病危去世了，我要回去一趟。你放心，我会让顾悠悠把眼睛还给你的，我会再回来找你的。你等我。”他这莫名其妙的信心到底哪来的？我把信撕个粉碎，把卡里的钱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。顾一涵走了以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的生活再次回归平静，画册的出版很成功，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残障儿童。也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救助机构中来。再次听到顾一涵的消息是在新闻播报上。没有了顾老爷子的庇佑，顾一涵竟然亲手毁了顾悠悠的双眼。顾一涵酒后深夜开车，却不幸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撞击，他的双腿粉碎性骨折，医生无力回天。
落得个瘫痪在床的下场。警察在他车里发现了一对被活生生剜出的眼睛，在他的房子找到了已经没了呼吸的顾悠悠。顾一涵被以故意杀人罪逮捕入狱。念于顾一涵的情况，刘一看守，顾氏集团失去掌权人，名声也一落千丈。苦苦坚持2个月后，宣布破产倒闭。顾一涵最终在病床上拔掉氧气管，自杀身亡。孟青舟看到这则新闻，更是痛快拍手叫好。顾一涵罪有应得，活该。我内心平静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，毫不在意顾一涵的结局，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其实我骗了顾一涵，就算他死了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他骗了我那么久，我骗他一次又何妨？孟青舟又笑嘻嘻凑到我面前，嬉皮笑脸。这是我第5次向你表白了。能否看在今天是个大好日子的情况下，勉强同意一下？他眨巴眨巴眼睛，充满期待等着我的回答。我回他一个鬼脸，轻声道：“那就进入实习期，看你表现能不能转正。”孟青舟愣了一下，又立刻大嗓门欢呼起来：“我一定好好表现！”我看着他激动的模样，也微笑起来。过去已经彻底过去，我也要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的美好生活。接下来进入第2个故事。婚礼开始时，未婚夫接了个电话，随即抛下我，跟霸凌我的沈宇冰去了民政局。在我心如死灰、痛苦不堪时，江燕石拿着克拉的钻戒在我面前单膝跪下，说他暗恋我许久，希望我给他一个照顾我的机会。结婚6年，我早已爱上他，也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。有次我跟朋友出去旅游时，噩耗传来，女儿摔倒脑出血，抢救无效。女儿走后半年，我再次怀孕。我跑到公司，想第一时间告诉江燕石这个好消息，却听见他跟特助的对话：“当初沈小姐的肾病明明可以再等等肾源的，可您非要瞒着太太，让5岁的女儿去捐，导致她死在手术台上。事后还说她是摔倒脑出血，抢救失败，导致太太一直自责，觉得是她没照顾好女儿。您现在还要把80%的股份都给沈小姐，这对太太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？这些事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她得多伤心啊！”我刚要开门的手骤然收住，办公室里响起江燕石的声音：“宇冰是我最爱的人，关于她的健康，我不可能马虎。女儿没了，我也很难过。本来只捐一个肾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可手术就是有意外，女儿赶上了，也是她的命。可至少宇冰还好好的，而且孩子我们还会再有，但宇冰只有一个。对于这个决定，我不后悔。而林默，我本来就不爱他，要不是宇冰善良，担心他婚礼被人抛弃会受不了，想不开，让我娶她，照顾她，治愈她，不然我怎么会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呢？可以说，林默一个农村出来的人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，都是宇冰给的。而现在宇冰离婚了，我也只是想多照顾她，把股份给她，让她有底气，而不是离婚娶她。林默该知足的。特助语气有一丝无奈：“这么多年了，我能感觉到您对太太不是没有感情的。您这么做，以后别后悔才是。”江燕石眼神坚定：“我不会后悔的。林默对我来说只是责任，宇冰才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他付出一切我都愿意。”手里的验孕单被我用力握成一团，心脏也仿佛被人拉扯着般疼痛，身体都跟着颤抖。在忍不住哭出声之前，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，看到照片里女儿微笑的脸，再也控制不住，失声痛哭。刚才顾燕石的话一遍遍在脑海里重播，原来女儿根本不是意外摔倒去世的，而是被迫给沈宇冰捐肾才出的意外，导致她离开的罪魁祸首是她最爱的爸爸。当初他让我出去旅游，还以为他是心疼我天天照顾孩子，才让我出去放松一下心情，原来只是为了把我支开，然后把小小的女儿送上手术台。我最爱的男人，我以为是我的救赎的男人，原来只是披着人皮的恶魔。当初抢走我未婚夫的人，也是他的心上人。他当时给女儿取名安安，明明说希望她健康快乐成长，
可沈宇冰有事时，他毫不犹豫选择牺牲女儿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发现床底有一个我没见过的小箱子。我拖出来一看，尝试性输入密码，输到最后一个字，锁开了。是沈宇冰的生日，里面放着沈宇冰的相册，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的样子。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他手写的标注。今天是宇冰的生日，我送的公主裙，她穿着真好看。我不由开始想象她穿婚纱站在我身边的那天，我得多幸福。宇冰有了喜欢的男人，我不太开心，但看到他开心的样子，我知道我不能打扰。宇冰决定要和那男人结婚了，可是他太善良，觉得这样做会伤害那个叫李默的女孩。他说要是我可以娶她，让她幸福就好了，她就不会有负罪感了。我肯定不舍得宇冰难过，所以我娶了李默，一个我不爱的女人。看到这些文字，我想起在无数个深夜，江燕时紧紧抱着我，在我耳边低喃我爱你。当时的感动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乌有。一个不爱我的男人对我说这么深情的话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把我当成沈宇冰了，把我当替身诉说对他的爱意。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爱的人不仅没有心，还眼瞎。他说沈宇冰善良，他怎么会是善良的人呢？我摸着手腕处已经很淡了的疤痕，过往痛苦的记忆再次出现。我跟沈宇冰是高中校友，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儿，而我只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普通女孩。就因为我长得漂亮，沈宇冰喜欢的男生都给我送情书，就遭到了他的记恨，被他霸凌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，放学后他找人把我绑到一间破旧的出租屋，打我骂我，还割我的手腕，血用盘子装着，然后再强行灌我喝下去。我差点被他害得没命，也不知道江燕时要是真的他的真面目，还会不会觉得他善良。门外传来动静，我把箱子放回原处。默默怎么坐在地上？地上凉，你要是生病了，我会心疼的。顾燕时看到我坐在地上，语气里带了一丝着急，过来将我扶起来。看到我红肿的眼眶，还有手里的照片，看我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他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，又想安安了，想他就告诉我，我带你去看他好吗？但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不然我会担心。安安肯定也不希望妈妈一直伤心难过，她眼里的关切看不出半分虚假。我抬头看她，试探道：我刚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安安是人抓走，被强制捐肾才离开的。她一直在向我求救。燕时，安安真的是摔倒脑出血死亡的吗？对呀，医生的诊断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你就是太想他了，才会做这样的噩梦，要不然我们再要一个孩子。安安这么爱爸爸妈妈，他一定会再回来当我们孩子的。他的表情没什么异样，可我却注意到他右手中指微微弯了下，这是他撒谎时下意识的动作。我心下了然，没再说话。这时他手机提示音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转过身抱歉地和我说，助理给我发消息，公司有紧急的事要我回去处理一下，你要是困了就先休息，不用等我。他又骗了我，消息我看到了。燕时哥，我一个人住好孤单，好想你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我没有拆穿他，淡淡的说好。在他出去时，我也开车跟上，一直跟到一片别墅区，看着穿着卡通睡衣的沈宇冰出来迎接。江燕时打横抱起他往屋里里走，脸上笑容灿烂的刺眼。我的心仿佛被戳了个窟窿，止不住的疼。我轻轻地抚摸小腹，今天刚确认怀孕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觉得是女儿回来了。可现在我知道，我不会让她出生，江燕时不配当她爸爸。我给律师打电话，让他帮我准备离婚协议，然后订了3天后飞巴黎的机票。女儿5岁的生日愿望就是去巴黎广场喂鸽子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带她去看了。江燕时第2天早上才回来，还买了很多好吃的哄我。我没怎么理她，睡到中午才起来。刚下来，却迎来了位不速之客。沈宇冰牵着他的贵宾犬出现在门口，看到他，江燕时脸上闪过一抹意外的神色。宇冰，
你怎么来了？”沈宇冰很自然地把牵引绳交给江燕石，然后很刻意地先跟我打招呼：“默默，我是出来遛狗路过这，顺便过来感谢燕石的。上次我家小乖生病，多亏他陪着我去宠物医院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”我没心情回他，只见那贵宾犬已经开始扒拉江燕石的腿了，一副很对他很熟的样子。我心口再次痛起来。其实我也很喜欢小狗，曾经还多次跟他撒娇，想要养一只。可是他说他怕狗，也不喜欢家里到处都是狗毛。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不喜欢狗，是不喜欢我养而已。没得到我的回答，沈宇冰再次开口：“默默，我出门前没吃东西，现在好像有点低血糖，我可以在你家蹭顿午饭吗？”江燕石突然严肃起来：“宇冰，你胃不好，怎么能不吃早餐呢？”沈宇冰嘟嘟嘴，撒娇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厨艺不好，外面的东西又吃腻了，就没吃了。”江燕石叹了口气，到一旁的桌子上拿了颗巧克力给他：“你先吃点巧克力垫垫肚子，我去做饭。”看着江燕石的背影消失在厨房外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平时在家，江燕石是从来不做饭的，他有洁癖，最讨厌油烟味。之前我好几次撒娇说想吃他做的饭，他就是不愿意。而现在沈宇冰都没有要求，他自己就去了。再转过身，沈宇冰嘴里嚼着巧克力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：“默默，不好意思了，借你老公用一下了。”说着，他还撩起披散的长发，脖颈间的吻痕若隐若现。我咬紧牙关，视线往下移，落在他腰腹处，那装着属于我女儿的肾。看在女儿的份上，我不想跟他计较，但内心还是很难过，只能逃回房间。才到楼梯拐角处，就被沈宇冰叫住了：“林默，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勾引男人的本事还是这么大，居然能让江燕石跟你生孩子。不过我现在回来了，你也应该看清楚，燕石最爱的还是我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离婚滚吧。燕石是我的。”我握紧了拳头，转过身，看着一脸嘲讽的他，也不甘示弱，指着手腕上的伤疤反问：“我不走又怎么样？像高中那样霸凌我吗？想给我来一刀深的，直接要我的命吗？我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。我现在由着你在这，都是看在我女儿的肾在你身上。不过我劝你还是积点德，不然再得个绝症，死不瞑目。”听完我的话，沈宇冰像是听到什么笑话般笑了起来：“林默，你还相信报应啊？你怎么这么天真？像你这种贫民窟出来的人，身上都是脏血，我怎么可能会用你女儿的肾？你知道你老公有多爱我吧？我根本就没的肾病，只是在他面前装肚子疼，拿了份假的病历，他就迫不及待让你女儿给我捐肾。我惊得瞪大了双眼。他没的胃病，我女儿的肾不在他身上。”沈宇冰也看出了我的震惊，继续刺激我：“想知道你女儿的肾去哪了是吧？看到小乖了没？被他吃进肚子里了。不止你女儿的2颗肾，就连心脏也被我拿来喂小乖了。你知道吗？手术前我就跟你女儿说了，要把她拆了喂狗。她一直在叫爸爸妈妈，别提多可怜了。我真是后面没把她那可怜样录下来给你看。她说的轻飘飘的，可每个字仿佛都有1000斤重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脑海里都是女儿哭着喊妈妈的画面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想抬手打她，可她早有防备，在我出手时就抓住我的手，顺势往她身上靠，做出我要推她下楼梯的样子。燕石哥，救我！默默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要抢燕石哥。江燕石围裙都没摘，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，将我推到一边。沈宇冰软软地倒在他怀里，双眸含泪：“木木姐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？为什么要推我下楼？我没有勾引燕石哥，我跟他就是好朋友而已。”看到江燕石心疼的模样，我试图把他骂醒：“江燕石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得肾病，他因为讨厌我，拿我们女儿的肾去喂他的狗。我要替女儿报仇。默默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不原谅我，可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呢？
我跟你女儿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而且小乖连肉都不爱吃，怎么会去吃人的肾脏？林默，你想女儿可以，但也不要胡言乱语吧？什么肾脏喂狗，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？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，你再随便冤枉雨冰，我不介意送你去精神病院清醒清醒。江燕石语气冰冷，说着，他将我拖到2楼房间，放话让我好好反思，就下去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，满脑子全都是对女儿的歉意，是我招惹的沈雨冰，是我害了她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哭的视线都要模糊的时候，听到门外有瓷器撞击地面的声音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拉开门，就看到那只贵宾叼着一只瓷娃娃往楼梯下去。我冲过去想要夺回来，可还是晚了，眼睁睁看他松了口，瓷娃娃顺着楼梯往下滚，最终碎成了几瓣。我的心仿佛也跟着裂开了。那是我女儿亲自照着我的样子捏的，是她送给我的礼物。我本来打算带着她去巴黎的，那狗还在我面前晃，我很生气，一脚把它踢翻下去。沈雨冰听到狗叫，也来到楼梯这边。这哪来的瓷碎片？该不会是伤到我小乖了吧？他抬脚想把碎片踢走，我冲下去制止他：“你别动我东西！”他好像发现我很在意这些碎片，眼里闪过算计的金光。他蹲下去，手指往碎片上抹了一下，指尖瞬间冒血。江燕石赶过来，看到沈雨冰受伤了，眼泪的心疼仿佛要溢出来，转头看我时又凌厉无比。不是让你在房间反思吗？这又是闹的哪一出？我对他早已失望，没理他，只想把瓷娃娃碎片捡起来。江燕石却误以为我想伤害沈雨冰，用力地将我推倒在一边，坐骨重重地砸到地上。我肚子也开始发疼，不一会，腿间有暖流溢出。想到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还是下意识求救：“江燕石，我怀孕了，快救救孩子！”看到我痛苦的样子，江燕石眉间染上了担忧。就在他想过来抱我时，沈雨冰又开口了：“默默姐，你不在房间反思就算了，也不能趁机将精血弄成血包演戏骗燕石哥，不让燕石哥送我去医院，让我手耽误治疗，以后都不能画画吧？”江燕石完全信了他的话：“没错，我记得你经期就是这几天。没想到你这么歹毒，为了报复雨冰，居然装流产。我告诉你，要是雨冰的手留下后遗症，影响了拿画笔，我跟你没完。”说着，抱起沈雨冰，急匆匆地往外走，没再多一眼身下已经淌满血水的我。我艰难地爬去找掉在地上的手机，叫了救护车。在医院醒来，手术已经做完了，孩子没保住。意料之中的事。而且我本来也是要打掉的，但现在真的没了，我还是觉得很难过。护士见我心情不好，想安慰我，但想到我刚刚连字都是自己签的，就没再多说，让我好好休息，就出去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听到有人在聊八卦。你们知道吗？刚才外科来了个割到手的女孩，来晚点，伤口都要愈合的那种。可她男朋友还是使用超能力，把所有专家都叫过去会诊，仔仔细细检查，确定不会留下后遗症才放心。这样的爱情也太令人羡慕了吧！不用说名字，我都知道是江燕石和沈雨冰，不过可能是足够失望了。我内心没太大起伏，加上身体也累，很快就昏睡过去了。再醒来，手机多了几条信息，有江燕石的：“林木，你今天真的太过分了，好在雨冰的手没什么事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不过祸是你闯的，我有义务留下来照顾雨冰。你为什么不回消息？雨冰善良，说不会跟你计较，但你还是要亲自来道个歉，我就原谅你。有沈雨冰的，林默，还是多亏了你。燕石哥心疼我，后天我生日，他答应我在游轮上给我过生日。我可以大人不计小过，允许你来参加，来看燕石哥是怎么宠我的。”我只回了江燕石，后天不是要包邮轮给沈雨冰过生日，为表示诚意，
我到时候会到现场当众给他道歉。江燕石完全没想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包邮轮，只回了句算你识相。我也没再管他，既然他这么想要道歉，我给他就是，但他能不能受得起就不关我的事了。然后我就办理出院手续回家。江燕石不喜欢家里有别人，家里还是我离开前的模样，只是楼梯口的血迹变干了，我也没管，直接上楼收拾东西，留下离婚协议和流产报告，再把我们的婚纱照合照全都烧掉，然后去了闺蜜家。沈雨冰生日那天，我先是跟着江燕石上了游轮，然后在开船前找借口下了船，直奔机场。派对快开始时，江燕石才发现我没在房间等着，才开始满轮船的找我。一时间找不到我，他只能边陪着沈雨冰，一边给我打电话。虽然每次收到的都是我已关机的提示音，但他还是不放弃，好像非要让我道这个歉不可一样。终于在沈雨冰开始许愿，江燕石第30次给按下我的号码时，他身后的屏幕突然亮起，虽然没有画面，但声音已足够震撼。林默，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勾引男人的本事还是这么大，居然能让江燕石跟你生孩子。那天沈雨冰来家里的时候，我早就打开了手机录音，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早就猜到他不会安分。那天我们所有的对话都被录上去了，然后拜托闺蜜在她许愿的时候播放。我就是要让大家看清她的真面目。听到这些对话，沈雨冰疯了似的拍打屏幕，想让录音停止，但完全没用，又转身向江燕石求助。而江燕石整个人都已经僵住了，他看着沈雨冰的眼神充满了陌生。在窃窃私语声中，录音播放到尾声，是我后面加进去的一段话。这些对话是我在沈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录的，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沈女士的隐私权。在这里我向她道歉。她不是想要道歉，我给她就是，可她看起来明显受不起，这会正哭喊着这不是真的，都是林默那个贱人陷害我。她这一喊，倒直接把待在原地的江燕石喊醒了。他几步走过去，将他拉进房间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根本没肾病，故意骗我，就是为了要我女儿的命，还让我伤害林默。不是的，燕石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是最了解我了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做那样的事？录音是林默合成的，我真的生病了。沈雨冰跪在他面前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江燕石突然觉得他丑陋极了，不懂之前为什么会对他爱得那么卑微。他现在前所未有的想见林默，想亲他，想抱他，可更害怕失去他。他吩咐人将游轮往回开，然后打电话给特助，让他去家里看看林默在不在。游轮靠岸时，特助已经带着我留下的东西在那等着了。江燕石上岸只看到特助一个人，心里越发不安起来。太太呢？她在家是不是？江总看着江燕石狼狈的模样，特助有些不忍心，但还是把东西递过去了。江总，你看看这个吧，这是在别墅里找到的，太太人目前还查不到在哪里。离婚协议紧张轻飘飘的纸张，此刻在他手里却仿佛千斤重。看到尾页，我的签名，他真的慌了，整个人被一阵巨大的恐慌席卷。他才意识到，他早就爱上我了，才会害怕失去我。他想起来了，我们互诉爱意，决定要孩子时，我说过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背叛。如果我发现他逾越了，我会毫不犹豫离开。他颤抖着翻开第2份文件，是一张 B 超图和一份意外流产病历。看完之后，他更加绝望了，不停地念着：“默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和孩子。”这时，沈雨冰又扑过来，抱住江燕石：“燕石，这些东西都是林默骗你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啊！他根本就不爱你，走了也好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我们结婚好不好？”江燕石脸上冷得吓人，一把将他掀开，随后又将沈雨冰往车里拽：“好好好，你说林默骗人是吧？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真。”把他弄上车后，
吩咐司机去最近的3甲医院，为保证结果，连着去了3家。每家显示的都是沈宇冰身体非常健康，双肾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有一家医生直接表示，他身上都没有刀口，不存在做过肾移植手术的可能。江燕时才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，失去老婆，还害死2个孩子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傻。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，他以前居然被她耍得团团转，居然觉得她善良。沈宇冰还在不死心的强词夺理，说他确实是做了手术，没有查出来，是因为恢复得好。可江燕时这次不傻了，将人拖回去关到地下室，他才回到那个2天都没回去的家。可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。以前他下班回来，不管多晚，林默都会留一盏灯等他。要是应酬晚了，林默一直等他回来，给他煮醒酒汤，或者做宵夜，或者给他按摩放松，也是经常的事。可现在别墅漆黑一片，他打开灯，发现屋里更是婚纱照等2人相关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他满别墅乱转，试图找我还存在的痕迹，可找了一圈，只有楼梯口那一滩干涸的血迹，在提醒他做了多过分、多愚蠢的事。这一刻，他突然不想面对，他逃到主卧，用被子将自己蒙住，贪婪地感受着我留下的味道。他希望这一切都是梦，醒来后就会恢复如初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一定会跟沈宇冰撇清关系，跟我好好过。可醒来后，卧室还是只有他一人，打电话给特助还是没有我的消息。挂了电话，他来到地下室。沈宇冰从小没过苦日子，这是第一次住地下室，不过才1夜时间，已经非常的憔悴不堪。看到江燕时出现，就像是看到了光。他扑腾到江燕时跟前：“燕时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是不是已经查清楚了？就是林默那个贱人骗了你，她就是贫民窟出来的女人，天生卑劣下贱，她配不上你的。快带我出去，这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”江燕时冷笑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：“你这样的毒妇，也配称为人吗？”沈宇冰快要呼吸不过来，却不敢挣扎，只能艰难开口求情：“燕时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”江燕时松开他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死太便宜你了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”他让他签下器官捐献同意书，要把他肾和心脏都给需要的人，然后给他装上人工心脏和人工肾，还把计划一五一十地跟沈宇冰说。沈宇冰真的慌了，不停地摇头：“燕时，不要这样对我，不可以这样对我。”但还是阻止不了车子往医院开。沈宇冰只能破罐子破摔，一会骂他，一会求他：“江燕时，你放开我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你不是说最爱我了吗？我只是让你娶林默，让他在不被爱的婚礼里消耗。可你为什么要爱上他，还跟他生孩子，还过得那么幸福？我会变成这样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燕时，我求求你不要给我做手术，你娶我好吗？我一定会做得比林默更好。你喜欢女儿，我也可以给你生。”可任凭沈宇冰再怎么挣扎，也改变不了江燕时的决定。他要让他死不了，却要日日忍受人造器官带来的痛苦。不仅如此，跟他合伙的医生也被他送进监狱，那只贵宾犬则被送去安乐死。而我带上女儿最喜欢的玩偶，在巴黎待了10天之后，去了很多地方，还梦见女儿2次，说她很爱我，很开心。之后我回国去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。这里不是沈宇冰口中的贫民窟，却也是非常落后的村庄。在这里去一趟县城都要穿过几10公里的山路，因此教育资源更是落后，没有老师愿意长期待在这里。但我对这里却是很有感情。我的爷爷奶奶在这里带着我长大，虽然很穷，但依然给了我很快乐的童年。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，我选择回来当一名老师，教孩子们英语，每天跟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。我的内心平静了很多，虽然偶尔还是会想起我那2个无辜的孩子，可情绪也能控制住，不会过于悲伤。
我还把之前的老房子收拾改造了一番，以前也有赚够钱就回家过躺平的田园生活的想法，现在也算是提前实现了。只是我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里再见到江燕时，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胡子拉碴，脚上的西装也沾满了污泥，跟昔日江总形象相差甚远。看到我时，她加快了脚步，默默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我嫌弃地后退2步，江先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从哪来就回哪里去了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江燕时急于反驳，不是的，默默，离婚协议我没有签，离婚证我们也没办，你就是我老婆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最爱的人其实是你，我真的是被沈雨冰骗了，但我已经惩罚他了，替我们女儿报仇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离开你，可是我不想看见你。你把它处理了又怎么样？难道那些痛苦的回忆就能抹除吗？难道我死去的孩子就能回到我身边吗？跟你回去等待我的只有痛苦而已，就因为你，我的孩子以那样的方式被剥夺生命，对于我来说，你就是个灾星。我只想离得越远越好。我现在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你要是真有良心，真为我好，就把离婚协议签了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说完我就往屋里走，在他面前把门关上。我以为他能明白我的意思，不会再找我了。可隔天一开门就又看到他的，手里还带着一大束红玫瑰。见到我，赶紧上前将花递过来给我。我皱眉往后退一步，他眼底有失落，却强撑着，送你最喜欢的红玫瑰，希望你能有一天的好心情。我不客气道，你的出现已经毁了我的好心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喜欢红玫瑰，是因为你第一次送我的花是红玫瑰，但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马蹄莲。结婚后，江燕时送我的第一束花就是红玫瑰，当时我对她已经很有好感了，就很珍视她送的礼物，就把花带回去养在花瓶里养。其实我珍藏的是爱意，她却觉得我喜欢的是玫瑰花，后面每次都送玫瑰。那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去给买马蹄莲，你等我。他像是逮到机会，转身就要到车上。我叫住他，回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，我对你送的东西没兴趣。要换做以前他送我其他花我也欢喜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他，可现在恨意代替爱意，送再喜欢的东西也无济于事。他还是没有因为我的拒绝离开，反而在这里租了间房住下来，还给村里组织修路，捐图书建图书馆，捐学习用品，跟小朋友们玩成一片。他也确实是为孩子们做实事了，恩怨也只是我们俩之间的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要求孩子们不跟他玩。在我生日那晚，他联合小朋友在操场摆了巨大的心形蜡烛，要重新向我表白，重新开始。开始前，我就找到了他，江燕时，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那天你跟助理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抛开一切来谈，就算当时沈雨冰真的有肾病，也还是有时间等肾源的。可你呢，一刻也不能等，把我支开，硬要让自己5岁的女儿捐，导致她小小年纪就离开我。我要是原谅你，都对不起女儿；要是我是你，都没脸来求原谅。你知道你那句孩子还可以再有，雨冰只有一个有多伤人吗？真的，你都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的是你的孩子，他明明那么健康，却因为你这个眼瞎的爹，生生没了命，还是那样惨烈的死法。想到我那可怜无辜的女儿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。一看到你，我就会想到女儿还有没能出世的孩子，想起就心痛，所以能求求你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再来烦我了好吗？你要还是死皮赖脸，那就我走。江燕时当晚就离开了。隔天我去上课时，学生交给我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个修复过的瓷娃娃，正是女儿给我捏的那个。旁边还有一张纸条，是江燕时的字迹：对不起，我会给女儿报仇，然后去求她原谅的。娃娃我留下了，毕竟也是女儿留下来的东西，但字条内容我没有多想，继续过我的生活。没过多久，
我在网上看到江燕石跟沈宇冰结婚的消息，两人举办了世纪婚礼。我很快就划过去，不再关注，但晚上还是失眠了。再一次感叹，果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更显得他之前的求和无比的可笑。在这之后，我减少了上网时间，直到这天，我接到律师的电话，说我有笔遗产需要签字继承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沈宇冰不愿意归还江燕石送出去的股份，江燕石才哄他娶她，骗他说还是最爱他，以后会为他寻找合适的新缘甚缘。婚后拿回股份后，他就立了遗嘱，财产全部归我。之后在女儿忌日那天，在别墅里点了火，两人葬身火海，双双身亡。原来就是他说的会替女儿复仇，他的财产我接受了。虽然他死也不足以让我原谅他，但我不会跟钱过意不去。这笔钱可以为我自己，为落后的农村带来很大的改变。1年后，我再婚了，对象是在打拼多年依然选择回村创业的本地人。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，女儿跟安安有几分像。女儿周岁这天，我们一起去看望安安。我们带了他最喜欢的玩偶和零食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看着墓碑上安安笑着的照片，终于我也能笑着跟他介绍他的妹妹。离开前清理墓碑的时候，发现一张已经很破烂的字条，打开依稀能分辨字迹：祝你幸福。我把纸条搓成一团，丢进垃圾袋，拉着丈夫的手离开。我不会沉溺在过去，只会大步向前。接下来进入第3个故事。我和傅行舟恋爱5周年纪念日，我坐在情侣餐厅等了他1晚上，却等来了他向白月光初恋求婚的消息。我不死心，想要去找他问个清楚，却意外听到他和朋友的对话：若男跟了你5年，你却突然向温馨求婚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要是不向欣欣求婚，他就要被家里人嫁给陆家那个纨绔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若男他就是个恋爱脑。当初我只不过是贪图他家的资源才和他在一起，只要我和他好好说说，他就会原谅我的。一个求婚，我等了5年，他却转身向别人求了婚。我走出去，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拨通了一通电话：妈，沈家的婚事我答应了。后来阳春3月，我的婚车与他接亲的婚车擦肩而过。于若男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他朋友在旁边提醒他，于若男也是今天结婚，和沈家。出租车上，我默默抹去眼角滑落的泪滴。妈，和沈家的联姻我答应了。手机另一头闻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滑落碎裂的声音传来：楠楠，你之前不是一直不答应吗？怎么突然？是不是小付做了什么？他语气里有着些许担心。我愣了一会儿，忍下去心中的疼痛。没事，只是突然想通了一些事。和傅行舟在一起8年，恋爱长跑，身边人都以为我们好事将近，可是被求婚的那个人却不是我。楠楠，结婚是大事，你要想清楚。妈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的语气无比坚定。我妈有些着急和担心我。沈家的长子沈约挺好的，和你也般配，但是你们还是得见面之后培养感情再说。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。好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其实自己有没有他都一样。我准备回城南别墅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彻底搬出去。可是没想到傅行舟居然在这里，看到我开门进来，他迎上来，从手里甩出一条钻石项链，温言温语地和我说道：昨天我是真的有事，才没能及时去和你吃饭。但是我早早就准备好了礼物，我一直都记得咱们恋爱5周年纪念日，他的身上有着浓烈的女士香水的香味。我一贯不爱用这么浓烈的香水，很明显是温馨身上的香味。要是以往，我可能早就抱住他，亲昵地说我原谅他了。可是现在，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他要过来拥抱我，我用力推开他，直去了卧室收拾东西。他明显一惊，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他反应过来追上楼，靠着卧室的门，看我心无旁骛地把东西往行李箱里收拾。若男，
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？昨天是我们5周年恋爱纪念日，我们约好了去那家情侣餐厅吃饭，我早早的就去了。我以为他会在这一天向我求婚，我等啊等，等的餐厅都快打烊了，却从朋友圈看到了温馨发的官宣图，2只手都戴着钻戒比心，那只手我熟悉无比。我曾幻想过无数次我们互相给对方戴上钻戒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过来一条短信，视频中傅行舟单膝跪地向温馨求婚，玫瑰花铺了一地，浪漫无比。视频是做不了假的，他眼里的满怀爱意也是做不了假的。我还是不信，5年的感情他视若无睹吗？我去找他，却听到他说他兄弟说对我只不过是利用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和家人朋友开口，我这炫耀了5年的爱情，在这场爱情里，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想起这些，不禁潸然泪下，抱头痛哭了起来。一切都是利用，以前的我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他对我好。现在他已经建立了富士，我已经没有价值了，他就想要抛弃我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也模糊了从前的记忆。他看着我，有些无措，过去抱紧我，擦拭着我眼角的泪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楠楠，告诉我，我去教训他。是啊，有人欺负我了，那个人就是你呀。记忆回到最初，我是余家的独生女，自小就备受宠爱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而傅平洲不过是家里佣人的儿子。我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父母怕我生病，我因此很少出门，朋友也不多。一天，我太无聊了，就偷偷跑出去，想要和其他小朋友玩，却差点被那些男生欺负。是他突然出现，把那些男生赶走了。以后由我保护你，回去吧。他那时候很高冷，性格也淡淡的，不怎么说话。我们2个性格正好相反，我很闹腾，我总是去他住的阁楼找他，给他送零食，让他陪我玩。我让父亲找关系把我们2个分到一个班。直到高中上学的时候，有男生靠近我，他把他赶跑。有人给我送情书，他一个人偷偷生闷气。可是一个人的出现，有些事好像正在慢慢变化。温馨转学过来了，他的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是刻苦努力，妥妥一朵清纯无辜小白花。我一开始以为她真的是个没什么心机的女孩，只是问问题。可是他们走得越来越近，温馨总是去找他问题。我有时候想加入他们，却总是被晾在一边。直到有一天，温馨又来问题，傅行舟不在，我没搭理他，他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往他自己身上推，然后顺势倒在地上。看到身后走来的傅行舟，我才明白过来。他过来拉起地上的温馨，对我吼道：“于若楠，你别欺负他，他的身体不好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好命的，被身边所有人呵护着。从前的楠楠到现在的于若楠，只因为温馨的出现。后来他搬出了余家，我想他是不想让温馨误会吧。我伤心不已，努力把精力都花到学习上，考上了京市最好的大学，却又遇到了傅行舟。他和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他说他是问了他妈，特意和我考的同一所大学。他说他想清楚了，他喜欢的是我，他说他会对我好。我当时信了。我们也过了几年令人艳羡的大学生活。到了毕业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去创业，怕耽误我，要和我分手。我不离不弃，帮了他一把，利用余家的资源给他拉投资，才有了他如今在京市的地位。后来他的公司起来了，就在我以为我们要修成正果的时候，温馨又出现了。5年的感情，我觉得他不会抛弃我。可是那段扎眼的视频却让我喘息不过来。我推开他，让他出去。我锁上了门，躺在床上想要睡过去，逃避一下现实。他在门外守着，说是担心我。楠楠，我就在外面，等你休息好了，就出来找我好吗？我没理他，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滴，干净利落。傅行舟，我不想再爱你了。我去了洗手间，看着自己糟糕的状态，拿出了化妆包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又接着收拾了一下行李箱。
刚打开门，就看到傅行舟急急忙忙地跑出去：“楠，我有点急事，等我晚上回来亲手给你做饭。”连外套都没拿，人就消失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本来刚把箱子拿到下面，就听到沙发上传来的短信声音，一眼扫过去，是温馨发来的。我之前不让他设密码，我说我会查岗的，却没想到是在给自己添堵。温馨说自己的胃病犯了，问他能不能给自己送一些胃药，还发了一段自己很虚弱的视频。原来只有他才能让他这么担心。我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回了余家。当初为了傅行舟，和家里闹得很难看。父亲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佣人的儿子，根本配不上我。可是陷入他甜言蜜语中的我，又怎么会听呢？父亲和家里的刘姨看到我回来，眼中满是惊喜。表姐，你回来了！陆明大喊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他是我的堂弟，父母出车祸都去世了，幼子可怜，就留在了我家中抚养。你吓我一跳，当初就说你傻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好了，还不是得回来？我爸拎着他的耳朵，你少说两句。好好好，大伯，松手。饭桌上是久违的温情。听你妈妈说，你答应了和沈家的联姻，是正好有个和沈氏的项目，你接手吧。明天去公司了解一下。好，来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父亲眼里满是心疼，他千喝万护的女儿居然被那样欺负。第二天刚到公司，小助理就把和沈氏合作的项目书和相关资料拿了过来。和傅氏的合作还是照常吗？这价格实在太低了。我们不是做慈善，再这样的话，我们属实赚不到什么钱了。他和大小姐有关系，董事长特意吩咐照顾的。旁边的吵闹声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怎么了？我拿起他们放在桌子上的文件。和傅氏的合作是一直都有的吗？是啊，从前年开始就一直。好了，以后和傅氏的合作不必再进行下去了。做生意确实不是做慈善，一切以公司利益为主。是，没想到父亲一直在暗中帮我们，傅行舟竟一直瞒着我和于氏合作。忙了一天，我打算去附近很火的一家烤肉店吃烤肉。到了店里，没想到人这么多，刚要转身出去去另一家店，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言笑晏晏的傅行舟和温馨。我们的视线正好对上。楠姐，你也来这里吃饭吗？他以前是从来都不会来这种网红店里面吃饭的。有一次我求了他好久，让他来陪自己吃一次，他却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，次次推脱，直到现在都没和他吃上。他就这么水灵灵的在我面前和温馨一起吃烤肉，他烤他吃。傅行舟看到我，神色微微凝滞，然后去拉对面的凳子。你别误会啊，温馨她心情不好，我是陪温馨出来散心。碰巧走到了这，就进来吃个饭。你还没吃吧？来，咱们一起吃。接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新的碗筷。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了，居然顺势坐了下来。可能是没吃中午饭吧。我看着面前桌子上的调料，都是不辣的。我记得我和傅行舟都是吃辣的。若楠姐，你吃辣吗？要不去拿一些辣的调料。傅行舟却刮了刮他的鼻子，怪他道：我看是你自己想吃了，小馋猫，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吃辣，我会监督你的。温馨冲着他撒娇：知道了，我会听你的话的。真唠叨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我感觉自己已经被恶心饱了。他宠溺地看着温馨，我的心仿若刀割。我慢条斯理地吃着烤肉。他有事出去了。于若楠，你也看到了，行舟现在最在意的是我，你最好别再纠缠他了。我觉得有些可笑。当小三是什么很光荣的事吗？要这么大庭广众的炫耀？话还没说完，两三个醉酒的男人就走了过来，把手搭在温馨的肩膀上。你谁呀？小妞，来陪小爷喝2杯。说着就要上手来抓他。他指向我，你们去抓他，他更好。他这么一说，那几个人又注意到了我，来推搡我。你们2个都跑不了，我要向外跑。他们几个就像发了疯一样，上了手打我们。店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客人见状怕被牵连，
都往外面跑。有的好心打了110，那几个人把我们堵住，疼痛从我的身体传来。我亲眼看着一个身影从他们手里把温馨带走了，不是傅行舟还是谁？欣欣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，只不过不是对我，是对温馨。这时候，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猛然回头，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我。我看着不远处紧紧相拥的他们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他跑过来，扶起我，开口道：“对不起，楠楠，我刚刚太着急了，不是故意不救你，只是先救。”我看着眼前人，清醒地意识到，曾经那个说会保护我一辈子的傅行舟已经死了。他见我不说话：“你是不是搬回余家了？我送你回去。”“不必了，我看他更需要你的陪伴。”我踉跄着站起来，打了个电话，让助理来接我。我去了医院处理伤口，怕父母担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住在了自己买的那套小平层里，伤好的差不多了。我打算去一趟沈氏集团谈这个项目的合作。刚到公司就被带到了一个办公室。“您好，是小于总吧？沈总还在开会，您跟我来吧。”看里面的布置，千篇一律的黑白灰。听说你同意了和我联姻。我回头发现一个眉眼冷冽的男人站在那里。“你就是沈约？”“是我。”我对他有些疏离。“这是合同，你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？”他连看都没看，就直接拿起笔签了字。我提醒他：“你不用看一下吗？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信得过余家。”我们互相加了微信，一起处理后面婚礼的事。我们找了个时间一起去领证。看着那个红本本，我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。我就这样结婚了，时间还早，他就提出陪我去婚纱店试婚纱。好巧不巧，正好碰到温馨和傅行舟在那。我没理他们，让店员找出我提前找国外设计师定制的婚纱。“若楠姐，对不起，我和行舟在一起了，他是为了帮我。我要是不和他在一起，就会被家里嫁给那个二婚带娃的大叔。”我还是不搭理他们。他直指着沈约说道：“于若楠，他是谁？是不是你专门雇来气我的？他是谁和你无关。恭喜你们，不过婚礼就不用请我了，我有事。行舟，我看若楠姐手上的婚纱好像更精致一点，不过我是不配穿那么好的婚纱的。”他心疼地反驳道：“胡说，你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，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想法给你摘下来。”这话我记得我以前对他说过，他之前怕自己配不上我，总是有些自卑焦虑。如今他对着别人说这话，他转身和我说道：“若楠，你把这个婚纱让给欣欣吧，反正你是大小姐，什么都不缺。”“你怎么就知道我不缺？”我怒目而视，心中的怒火腾地燃起。“傅行舟，你别忘了，这5年我对你的付出，不是你可以随意践踏的。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只会围着你转的傻女孩了？”傅行舟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强硬。温馨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衣角，轻声说：“行舟，算了，这婚纱既然是若楠姐先定的，我们就再选别的吧。”可傅行舟却没有理会他，仍盯着我说道：“若楠，你何必这样呢？你已经有了沈家，而欣欣她只有我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我现在只想要属于我的幸福，而你早已不是我幸福的定义。”说完，我拿着婚纱走进试衣间，不再看他们一眼。在试衣间里，我对着镜子穿上婚纱，婚纱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精致与奢华。可我的心情却无比复杂。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穿着婚纱站在傅行舟身边的场景，如今却物是人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坚强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现在我要迎接新的生活。从试衣间出来，我看到沈约正站在外面，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惊艳。“你很美。”他轻声说道。我微微浅笑：“谢谢。”傅行舟和温馨已经离开，我也不想再去在意他们的存在。在和沈约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他总是很细心地照顾我的感受，他会陪我挑选婚礼的场地，
会和我一起讨论婚礼的细节。到了结婚这一天，我有些紧张，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，快得不像话。我见到了手捧鲜花的沈约，他看着我的眼神不算清白，带着一种别样的专注与深情。我微微红了脸，找机会躲避了他的视线。他来到了我的面前，我更加清晰地看清了他的脸，剑眉星目，轮廓分明，确实比傅行舟帅多了。可能是婚礼的特殊氛围，他那张冷峻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微笑，如春日暖阳破冰而出，让人心头一暖。我看着婚礼现场盛大而华丽的布置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心中有些不知所措。没事，有我呢。沈约似乎看穿了我的不安，他紧紧握了握我的手，那温暖而有力的手掌传递给我无尽的安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和沈约心有灵犀地和家里人问好，敬茶、行礼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优雅有礼，一言一行都恰到好处，让我在这繁荣的仪式中倍感舒心。抱我上婚车的时候，他的手臂沉稳有力，步伐也很稳。随后他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了一切。随着车子的开动，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，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，思绪却飘回到过去。我特意把酒店和婚期定得和傅行舟一样，我就想看看他究竟会是什么反应。路上，另一辆婚车里的傅行舟明显有些不安，他一直翻看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，眉头紧皱，生怕错过了什么消息。来到酒店，他心里还是很不安，甚至有些心慌意乱。他眼神慌乱地看了一圈周围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，额头上渐渐沁出了汗珠，接着对身边人道：“你们守好婚礼现场，别让于若楠来闹事。你放心吧，人家于若楠在另一头结婚呢，现在应该都已经举行完仪式了。”旁边的人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傅行舟的眼眸明显一惊，瞳孔骤缩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：“他和谁结婚？你不知道啊？他和沈氏集团的大公子沈约呀，听说是早就定好的婚事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不会喜欢上别人的，他会等我的。”傅行舟喃喃自语，像是陷入了某种执念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站在婚礼现场的中央，看着他像失了魂一般冲进我的婚礼现场。于若楠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别人？你不是说此生非我不嫁吗？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嘶哑和绝望，眼神中满是痛苦与难以置信。我就知道他会来，心中早已没有了曾经的慌乱与纠结，只剩下一片平静。你错了，傅行舟，种什么花，开什么果？你抛弃了我，还要我一直等着你吗？你伤的我还不够吗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目光坚定而冷漠。曾经的爱意在此刻已消失殆尽，只剩下无尽的失望与决绝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我？我只是帮帮温馨，等之后我们还在一起。他试图解释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。傅行舟，人不能既要又要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我不会再喜欢你了，你走吧。我冷冷地说道，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利刃，斩断了曾经的情丝。我挥了挥手，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。他被保安架着胳膊，却仍挣扎着回头望向我，眼神中满是不甘与眷恋。那曾经熟悉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渐渐远去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沈约轻轻走到我身边，他没有多问，只是默默地将我护在身后，仿佛用他的身躯为我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纷扰。他递给我一杯香槟，水晶杯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，香槟的气泡缓缓上升。我接过酒杯，轻抿一口，那酸甜的口感在舌尖散开，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。婚礼继续进行，我和沈约在众人的祝福下交换戒指。他轻轻托起我的手，将那枚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戒指缓缓戴在我的手指上。戒指的大小刚刚好，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。我也拿起另一枚戒指，戴在他的手上。他的手指修长而有力，在那一刻，我知道这是我人生新的开始。
我不再是那个被爱情冲昏头脑，在傅杭州身后苦苦等待的于若男了。我将与沈约携手，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未来。那些过往的伤痛，就当作是一场成长的洗礼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我搬进了沈约的别墅，新婚当晚，华灯初上，屋内的气氛微妙而又有些许拘谨。沈约身姿挺拔，站在我面前，他的眼神里透着一种尊重与理解，声音温和且低沉地跟我说：“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感情，所以我不会勉强你。等你什么时候想和我在一起了，我们再上床。”言罢，他便转身默默走向书房，那背影在灯光下拉出一道略显落寞的影子。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思绪如乱麻。清晨，阳光透过轻纱窗帘的缝隙，洒下斑驳光影。我在半梦半醒间，被一股诱人的饭香味唤醒。我顺着味道找过去，发现清冷俊秀的沈约居然在厨房做早饭。厨房中，他身着简约的家居服，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温暖。只见他熟练地煎着蛋，旁边的炉灶上熬着的粥正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，散发着淡淡的米香。我在一旁坐下，静静地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做着早餐。不一会儿，一盘色香味俱佳的早餐端到我面前。没想到你还会做早饭。我不是天上的神仙，是个正常人，我一直都是自己做饭的。他微微扬起嘴角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。听说傅行舟上次婚礼闹得很难看，据说在婚礼现场，傅行舟突然像失了心智一般跑出去，只留下温馨一个人在现场。面对众多宾客惊愕与疑惑的目光，温馨努力地挤出笑容，试图安抚众人。然而那尴尬与窘迫却如影随形，颜面扫地。这段时间，我感觉到傅行舟总是在我身后偷偷跟踪我。我在商场购物时，偶尔会在镜子的反射中瞥见他那落寞又执着的身影。在公园散步时，也能从暗处看到他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出来吧，别躲躲藏藏的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对着他可能藏身的方向大声喊道。他缓缓从柱子后面出来，身形略显憔悴，眼神中满是复杂的情感。我皱着眉：“你总是跟踪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“我只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”他低声说道，声音里透着一丝沙哑。我嗤笑一声，心中的怨恨如火山喷发般涌出。我过得很好，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了。从前都是我给你做早饭，你有的时候甚至背着我偷偷扔掉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我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可是现在，我一睡醒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早饭。”我抬起头，望着远方，想起曾经受过的委屈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一起付出的，而我和你之间一直不过是我对你单方面的付出罢了。他听了我的话，面容扭曲，满是懊悔之色。我错了，楠楠，你能回来我身边吗？我不能没有你。他向前迈了一步，伸出手想要抓住我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。你不是已经有了温馨了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如同冰冷的刀刃。我之前以为我喜欢他，可是当我知道你要嫁给别人的时候，我非常心慌、担心。我才知道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你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绝望与祈求。头发凌乱，衣服看起来几天没换过了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颓废的气息。傅行舟，这5年来，扪心自问，我不欠你的，还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而你呢，对我不过是一场利用。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向车子，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车门。车子缓缓启动，我疾驰而去。我该回去给沈约做晚饭了。和沈约在一起后，我才知道感情是需要两个人一同经营的。沈约用行动一点一点地温暖着我那颗曾经冰冷破碎的心。回到别墅，我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看着里面琳琅满目的食材，思考着要为沈约做些什么。
我决定做他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和清炒时蔬。当沈约回到家，看到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有些惊奇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地抱住我：“辛苦了，亲爱的。”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安心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爱情，真正属于我的爱情。半年过去了，我和沈约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双方父母看着我们的感情日益升温，也开始满怀期待地询问我们什么时候生个小皮猴玩玩。我和沈约也在这浓情蜜意中自然而然地有了亲密的接触，只是一直没什么特殊的进展。起初，我心中难免有些疑虑，甚至暗暗怀疑是不是他那方面不太好。可是每一次的亲密相处，他的热情与投入，以及那一次次让我感到筋疲力尽的缠绵，又让我迅速打消了这个荒唐的怀疑，只当是缘分未到，孩子还在来的路上徘徊。这一天，我如往常一样开车去公司上班，突然被人从背后偷袭，一只粗糙的手捂住了我的口鼻，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我拼命挣扎，却感觉身体渐渐失去力气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废弃的厂房，四周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昏暗的灯光在头顶闪烁不定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我被牢牢地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着一块破旧的布，那布的味道令人作呕。我奋力挣扎着，试图挣脱束缚，可身体却如同被抽空了力气一般，虚弱无比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没用的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中回荡，冰冷而又充满怨恨。我定睛一看，是温馨。他从远处缓缓走来，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阴森。他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，面容憔悴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疯狂与绝望，与曾经那个看似清纯无辜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愤怒地看着他：“你疯了，居然敢绑架我！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于若楠，你凭什么可以这么傲？凭什么？我的成绩不比你差，长得也比你好，可是凭什么你想要什么都那么轻而易举？我就要用尽全力。”最后还是一场空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，双手在空中挥舞着，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出来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激进疯狂的女人，心中更多的竟然是可悲。其实温馨并不比我差，她聪明努力，只是命运弄人。她生长在一个让人窒息的家庭，那家庭的阴影如同恶魔一般，一点点吞噬着她的心。你知道吗？我和傅行舟离婚了，傅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他整日酗酒，成了一个比我父亲还要可怕的人。他的声音渐渐低沉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与无奈。你们不是有钱吗？我一会儿就给于家和沈家打电话，让他们送3000万过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，看看他们对你是不是真心的。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那手指在屏幕上颤抖着，按下了拨号键。你这是犯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试图唤醒他仅存的理智，然而他却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孩子没了。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。自从那场婚礼闹剧之后，傅行舟便一蹶不振，每日借酒消愁。听说有一天，他在醉酒后与温馨发生激烈争吵，竟亲手将怀孕3个月的她推下了楼梯，导致孩子不幸夭折。温馨也快疯了。他打完电话后，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每一秒都过得无比漫长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心中越来越没底，冷汗不停地从额头冒出，顺着脸颊滑落。突然，一声踹门声打破了寂静。钱我带来了。人呢？是沈约。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，却又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焦急。然而他不知道，此时的我已经被温馨带到了厂房的顶楼。顶楼的风呼呼作响，吹得我瑟瑟发抖。你拿上来，就你自己。他现在在我手里，你别想耍花招。温馨对着楼下的沈约喊道，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疯狂与决绝。他将我逼到了楼顶的围栏边，
那围栏锈迹斑斑，摇摇欲坠，我只要一用力，就可能会被推下去，坠入无尽的黑暗深渊。我看着沈约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，有感动，有担忧，更多的是爱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作为沈氏的继承人，他竟毫不犹豫地赶来，只为救我。温馨从袖子中甩出一把锋利的刀，拿这个捅自己一刀。我在放人，否则对我的处境不利。他对着沈约喊道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残忍。我拼命地向沈约使眼色，示意他不要伤害自己。可是我却看到鲜血如泉涌般从他的胸膛喷涌而出，那鲜艳的红色刺痛了我的眼睛，也刺痛了我的心。别！我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声音传遍了整个厂房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恍惚中，我好像看到了警察出现了，警笛声、呼喊声交织在一起，在我的耳边回响。再一睁眼，便是在充斥着消毒液味的医院。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墙壁，一切都是那么刺眼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沈约呢？我焦急地问道，声音沙哑而微弱。表弟在我身边，他看着我，你怀孕了，知道吗？他轻声说道。我一脸迷茫，怀孕了？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还好，没受多大伤，孩子保住了，但还是得小心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姐夫的状况不太好，失了太多血，现在还没醒。我拔了输液管就要起身，我要去看看他。行了，知道你们情比金坚，我带你去。他领着我去了另一个病房。看到沈约的那一刻，我彻底绷不住了，趴在他身上就哭了起来。你怎么就这么傻？为什么要去救我？为什么我要为了我伤害自己？我看着昏迷的他，因为我爱你啊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声音些许嘶哑。你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怀孕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有小宝宝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。傅氏破产了，傅行舟来找过我，他说他错了。我一直以来单方面付出，让他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离开他。可是当我真的走了，他就疯了，不理公司的事务，公司一团糟，早已经支撑不下去了。他以后如何，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温馨被带到警局后就精神失常了，被送到了精神病院，时常拿着布偶娃娃呢喃着，小乖，妈妈在这呢，不怕不怕，我们两清了。后来我收拾屋子大扫除，看到了他放在柜子里的日记，拿出来的瞬间掉出来一个信封，是一封情书。看到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，原来我和沈约早就认识，高中的时候他给我送过情书，不过我没注意。现在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打开那封情书，早点遇见沈约，遇见那个少年时的他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